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件超酷的事，我们要来害进一个天才的大脑。这个人他叫做 Arthur Benjamin， 外号是数学魔术师。他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，光用大脑就算出那种，你用计算机都可能按错的超复杂数学题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扯？对吧？这到底是魔术，是超能力，还是一种其实我们普通人也能学会的技巧？今天我们就要把他脑袋里的那个演算法一层一层给他剥开来，让你看看，哇，原来天才的思考回路是这样运作的。你没看错哦，这句话就是 Arthur Benjamin 在他那场超有名的 TED 演讲上，对着台下几千个观众直接下了的战帖。他说他要在他脑袋里算4个2位数的平方，而且他说他的速度会比现场随便找几个人用计算机按还要快。哇，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狂的，对吧？你想想看那个画面，这根本就是在公开呛声现代科技啊！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哇，全场是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心里一定都在想，这个人是在开玩笑吧？是来吹牛的吧？好，第一个挑战来了，台下观众喊出一个数字37，你知道吗？几乎就在那个7的尾音还在空气中飘的时候 ，Benjamin 就直接给出答案。1369，哇！这时候啊，台上那个拿着计算机的志工，我猜他可能连3、7这2个键都还没按完呢。人脑跟机器的速度差距，从一开始就这么血淋淋的展现出来了。接着来第二个数字23，答案529，马上就爆出来了，完全就是行云流水，没有半点犹豫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一般人光是在脑中想，23乘以23，3乘以3是9，他早就已经算完，可能还喝了口水了。好，第3个数字难度开始上来咯59，答案3481。这时候啊，重点来了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恐怖的事实，它的速度完全没有变慢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绝对不只是单纯的死背，对吧？你想想看，谁会没事去背59的平方是多少啊？这背后肯定有一套非常非常高效的运算系统在跑。最后第4个数字，大魔王来了，93，答案8649，4题全对，而且每一题几乎都是秒杀。台下哇，瞬间掌声跟爆炸一样，因为他真的做到了。他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血肉之躯的大脑，在纯粹的运算速度上，狠狠的打败了电子计算机。看到这里，我想你心里一定跟我一样，冒出一个超大的问号。这真的有可能吗？这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数学嘛，这根本就是 X 战警里面的超能力，对吧？我们大部分人，连记个新的电话号码都有点困难了。他却能在脑中处理这么复杂的运算。但是今天的重点来了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既残酷又令人兴奋的事实，这不是超能力，它的背后有一套非常清晰、非常有逻辑，甚至是你跟我都可以学习的框架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就来把它拆解开来。OK， 那今天这一集的分析，我们会按照这个流程来走。首先带大家完整感受一下他的魔法秀到底有多夸张。接着我们会开始破解他思考的底层框架。再来，重点来了，我们会直接把他的核心公式给掀出来。之后呢，会聊聊他怎么用特殊的记忆法来辅助计算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会从这里面提炼出一套你也能在生活、工作上用的超强心法。好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部分。在我们开始拆解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充分的感受一下这个所谓的魔法到底有多震撼。因为你一定要先理解问题的难度有多高，你等一下才会体会到，哇，原来那个解决方案有多么的巧妙。你以为刚刚那个2位数平方就很厉害了吗？
不，那真的只是开胃菜而已啦。在他的表演里面，他接下来是心算了5个3位数的平方，像是987的平方，答案是974169。光是这个，我们大部分人用笔算可能都要算个1-2分钟了，对吧？但他还没完哦，他甚至挑战了一个4位数的平方，9758的平方，答案是952185664。这个数字，已经超出很多手机计算机可以显示的位数了。还不止这些，他还有更神的表演，像是一个叫猜数字魔术的，就是观众在一长串数字里面随便删掉一个，他可以准确的猜出来是哪一个，甚至他还可以算出历史上任何一天是星期几。这些全部加起来，才构成他数学魔术师的完整形象，真的很夸张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真的很容易就会把它归类成那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或者是有特异功能的人。但重点来了，就像这张投影片说的，这不是魔法，这是一套系统。所有看起来不可能的成就，它的背后往往都有一套可以复制、可以学习的框架。而我们今天的任务，就是要把这个框架给它挖出来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现在要进入第2个部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从一个单纯在台下拍手的观众，转变成一个分析师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有赞叹“哇，好厉害”，而是要开始问：他是怎么办到的？这个心态上的转变，其实就是我们破解所有复杂问题的第一步。这句话就是 Benjamin 他自己说的，我的疯狂背后绝对有一套方法。这句话超级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等于是他亲口证实了我们的猜想。他不是靠什么天赋或直觉在那边乱算，不是。他的大脑里面有一套非常明确的 SOP。这也代表说，只要我们能够搞懂这套 SOP， 我们就算不一定能像他那么快，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思考路径是怎么走的。其实啊，破解任何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，那个过程基本上都可以简化成这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看到魔法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先不要急着去分析，你先充分的去感受，哇，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难，它长什么样子。第2步，找到框架。你要相信，任何魔法的背后都有机关，你要做的就是去找出那个可以依循的规律或公式。第3步，拆解问题。一旦你找到了那个框架，就把这个超级大的问题拆解成一个一个你可以处理的小单元。跟你说，这个思考框架真的非常强大，它不只可以用在数学哦，你可以用它来学习任何新的技能，分析一个商业案例，甚至是规划你的人生都适用。好，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我们要来揭开整个心算魔法最核心的那个秘密了。你可能会以为是什么，哇，大学教授才懂得超复杂理论，对吧？但其实不是，它的基础真的只是我们国中就学过的一个超简单的代数公式而已，就是它 a 加 b 的平方等于 a 的平方加上 2ab 再加上 b 的平方。你是不是觉得，这个东西也太眼熟了吧？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国中都背过的乘法公式。Benjamin 他的核心技巧真的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平方问题，用这个公式把它拆解成3个比较简单的计算步骤。所以他做的不是一次硬干那个乘法，而是分3次做相对简单的运算，最后再把它们加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了证明这个国中公式的威力有多大，我们直接来挑战他那场演讲里面最难的那题，计算57683的平方。这个数字的平方我算了一下，是一个10位数，大部分的计算机根本就显示不出来。但是 Benjamin 就是靠着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公式，在短短几十秒内就在大脑里面把它完成了。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好，我们一步一步来看。好，接下来这部分超级重要，我们直接来看他是怎么猜的。Benjamin 拿到576083这个很吓人的数字之后，他第一步就是把它巧妙地拆成2个部分 ，A 就是57万
B 就是683，接下来他就在脑中分别去计算 a 的平方、b 的平方，还有 2ab。我们跟着这个表格来看哦。第一步算 a 的平方，也就是57万的平方。这看起来超难，但其实可以简化成先算57的平方，算出来之后，后面再补上6个零就好了。那57的平方对他来说很简单，是3249，所以 a 的平方就是32.49亿。你看，一个大问题瞬间就变简单了。好，第二步算 b 的平方，也就是683的平方，这个对他这种等级的人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啦。答案是466489。再来，第三步也是最复杂的一步，算 2ab， 也就是2乘以57万再乘以683，这又可以简化成114万乘以683，它算出来是77.8620亿。好，3个部分都算出来了，最后一步把它们全部加起来，把刚刚的3个数字32.49亿加上77862000，再加上466489，最终的答案就是33.2328,489。你看到了吗？一个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任务，就这样被拆解成了3个相对可以处理的小问题，这就是拆解的力量。所以绕了一大圈，你会发现，所谓的心算魔法，说穿了其实就是高速而且极度结构化的代数运算。它赢的真的不是靠什么神秘力量或天赋，而是靠一套超棒的演算法，还有大量的练习，让它能够在大脑里面自动化的去执行这些步骤。真正的关键就在于那个化繁为简的能力。诶，讲到这里，你心里可能会有个疑问，不对啊，阿修，就算我知道公式，要把刚刚算出来那长串数字，像是778200这种，暂时存在大脑里也太难了吧？我可能算到第3步就忘了第1步的答案了。没错，你说到重点了。所以光有计算能力还不够，你的大脑还需要一个超强的暂存记忆体，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2个支柱。它的记忆方法 ，Benjamin 用的是一种叫做语音代码的记忆术，这是一套帮助你记忆的系统啦。它的核心概念很简单，就是把0到9这10个数字，每一个都给它对应到一个特定的发音。比方说，1可能对应 T 或 D 的音，2对应 N 的音，3对应 M 的音，像这样。这样一来，任何一长串的数字，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一连串的发音，然后再把它们组合成有意义的单字或片语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他演讲中提到的超酷的例子。刚刚在计算 2ab 的时候，他不是得到一个中间值778600吗？我们先看前面这5位数77862。你想想看，要在大脑里面暂时记住这串很抽象的数字，其实超耗脑力的，对吧？很容易算到后面就忘了。所以他立刻就启动了他的语音代码系统，把它转换成一个词 cookie fission， 也就是饼干裂变。诶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看哦，在他的系统里面，数字7对应到 K 的音，8对应到 F 的音，6对应到 sh 的音，2对应到 N 的音，所以77862就变成了一串声音 KKFSHN， 然后他把它组合成 cookie fission 这个词，这一步就是关键中的关键。一个抽象完全没有意义的数字串，瞬间变成了一个具体的，甚至有点好笑的画面，就是一块饼干在你面前啪一声裂开。为什么这超重要？因为从演化学来看，我们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设计来处理图像、故事和空间资讯的，而不是处理抽象符号。所以把数字转化成图像，就好像是你把资料存成大脑最喜欢、最容易读取的格式一样。这就是它能够在超复杂的计算中牢牢记住所有中间结果的真正秘密。OK， 到这里我们已经破解了它的计算公式和记忆方法。在最后这个部分，我们要从比较技术层面的数提升到更通用的道的层面。我们要从它身上提炼出3个核心策略。这些策略不只可以让你理解数学魔术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把它们应用在你生活的各个领域，去帮助你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。
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 Arthur Benjamin 身上打包带走的天才工具箱，里面有3样核心法宝。第一是无敌的拆解力，意思就是把一个看起来巨大、很吓人的问题，把它拆解成好几个微小、可以管理的小部分，就像他把576083的平方拆成3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一样。你要记住，面对任何困难，你的第一步永远都是问自己，我该怎么拆解它。第二是高效的框架力，当你把问题拆小之后，你要懂得去应用一些已经被验证过的公式、模型或系统来解决这些小问题，就像他用的 a+b 的2次方这个超经典的公式一样。重点是不要每一次都想要从零开始发明轮子，要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第三是巧妙的记忆力，这里指的比较广义啦，是一种记忆辅助的能力。在处理大量资讯的时候，你要懂得把很抽象的数据转化成我们大脑天生就容易记住的故事、图像或比喻，就像他把一串数字变成饼干裂变的画面一样。这3种能力，拆解、框架、记忆，把它们组合起来，就是一套可以解决几乎所有复杂问题的超强心法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析到这里差不多告一个段落，但最后啊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回去思考一下，在你的工作或你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哪一个问题是你一直觉得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简直不可能解决的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，一个超级复杂的专案，甚至是学习一项你一直想学的全新技能呢？现在试着用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天才工具箱来重新看看那个问题，你能不能把它拆解成更小的步骤？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框架或模型可以套用？你又该怎么用图像或故事来帮助你记忆和理解那些关键的资讯？或许你会发现，那个你一直觉得不可能的问题，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遥远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从 Arthur Benjamin 的心算表演中学到了3个解决复杂问题的核心能力。第一，拆解力，把大问题切成小问题。第二，框架力，用既有的模型来解决小问题。第三，记忆力，用图像化、故事化的方式来处理资讯。这套方法才是他所谓魔法背后真正强大的秘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